长期服用降压药是否会影响寿命？这3个问题，患者事先最好了解。宋爷爷今年68岁，患有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几年前，医生给他开了一种降压药，从那时起，宋爷爷每天都按时吃药，血压一直控制得不错。可是最近，宋爷爷开始感到有些不对劲，时常觉得头晕目眩，有时腿脚还会有些浮肿。有一次，他在社区公园里碰到了邻居老张，两人聊起了各自的健康问题。老张听后提醒宋爷爷，你这药吃了这么久，也该问问医生看看，长期吃药会不会有啥副作用？你真的需要天天吃药吗？宋爷爷回家后越想越不踏实，难道这药真有问题？药吃得越久，真会影响健康吗？他开始思考自己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宋爷爷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一、常用的降压药。降压药毫无疑问是高血压患者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伴侣。每一片小小的药片都承载着预防心脏病发作、中风等致命事件的希望。然而，这些药物在帮助维持血压的同时，是否也暗藏着威胁生命的隐形杀手？首先，降压药物如利尿剂、ACEI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和钙通道阻滞剂等，因其显著的降压效果被广泛使用。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场无可挑剔的胜利。药物降低血压，患者生存时间得以延长，生活质量有所提升。在这场控制血压的战役中，胜利的代价到底有多大？实际上，药物的长期使用往往伴随着不可忽视的副作用。利尿剂通过增加尿液排泄量来减少血液容量，虽然有效降低了血压，却可能导致电解质失衡，甚至引发肾功能损害。同样 ，ACEI 虽然能阻止血管收缩，降低外周阻力，但长期使用也会增加患上慢性咳嗽等副作用的风险，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贝塔受体阻滞剂的双刃剑效应更加明显。这类药物通过抑制交感神经系统，减慢心率，降低心脏输出量，乍看之下是高血压患者的福音。尤其是在心脏功能已受损的患者中，这类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加重病情，反而让患者处于更危险的境地。放弃降压药物意味着放弃对心血管事件的有效预防，可能面临更高的死亡风险。二、长期服药真的能延长寿命吗？降压药的使命听起来相当明确，降低血压，减少心血管事件，进而延长寿命。但这幅看似美好的图景背后，真的如表面那样简单吗？临床试验如 SPRINT、HOPE、AHEAD 等研究，常常被用来证明降压药物的显著疗效。这一结果让人们对降压药物的信心倍增，认为更低的血压意味着更长的寿命。仔细分析这些数据会发现，这些试验在设计和实施上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差。试验对象多为特定高危人群，他们本身便有较高的心血管事件风险，因此结果很可能被这些高危因素放大。对于普通患者而言，效果是否同样显著仍然存疑。利尿剂在降低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率方面与其他药物没有明显差异，甚至表现出成本效益的优势。然而，试验并未充分考虑长期副作用的积累效应。尽管利尿剂在短期内表现良好，但长期使用带来的电解质失衡和肾功能损伤问题，可能并未在试验中充分展现出来。换句话说，这些好消息背后，或许潜藏着患者在长期服用中将面临的健康隐患。如此一来，试验结果是否真的能直接应用到长期治疗方案中？在这些临床试验中，虽然数据看似支持降压药物对延长寿命的积极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试验对象、研究设计、观察周期等因素都会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试验结果并不等同于患者的实际体验。对于那些已经在服用降压药物的患者而言，试验结果可能是个重要参考，但不应成为唯一的决策依据。三、长期服用降压药的危害。降压药物的确能帮助许多患者在与高血压的斗争中取得短期胜利，但长期使用它们的代价却往往被忽视。当患者每日依赖药物来维持血压稳定时，是否意识到那些药物可能同时在暗中削弱身体的其他系统？首先，利尿剂这种通过逼身体排出多余水分以降低血压的药物，看似简单有效，
但其实隐藏着让人无法忽视的健康风险。长期服用利尿剂，电解质失衡便成为首当其冲的威胁。想象一下，一个常年依赖利尿剂的人，体内的钾、钠水平开始摇摆不定，这不仅让人感觉疲惫无力，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危及生命。肾功能受损带来的恶性循环，可能让患者不得不面对更多的药物治疗。如此一来，原本的降压药却成了多重健康问题的源头。再看贝塔受体阻滞剂，长期使用却可能让心脏变得懒惰。当心脏习惯了药物的帮助，一旦停药，心脏可能无法迅速适应，出现心动过缓甚至心力衰竭的风险。更糟糕的是，贝塔受体阻滞剂的副作用可能不仅限于心脏，还可能波及代谢系统，导致血糖和血脂水平的异常变化。这种连锁反应对糖尿病患者尤其致命，他们可能在控制血压的同时，发现自己陷入了血糖失控的泥潭。药物依赖让他们一方面受益于血压的控制，另一方面却被迫承受代谢紊乱的痛苦，宛如拆东墙补西墙，得不偿失。钙通道阻滞剂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这类药物通过扩张血管降低血压，虽然有效，但长期使用可能引发慢性水肿，尤其是在腿部。此外，钙通道阻滞剂还可能诱发心动过速等问题，让心脏在不合时宜的时刻加速运转，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在这些潜在风险面前，降压药物的副作用仿佛一头潜伏在黑暗中的猛兽，随时可能冲破药效的表象，给患者带来猝不及防的打击。而这种忽略可能会让患者在享受药物带来短暂稳定的同时，为日后的健康埋下巨大隐患。4. 服用降压药前的3个关键问题。在面对长期服用降压药物的决定时，患者往往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药物的确有助于控制血压，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另一方面，前文提到的副作用和长期依赖的隐患令人担忧。那么，如何才能在药物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在做出任何决定前，患者应当深思熟虑，问自己和医生这3个关键问题，以确保自己的选择不仅有助于短期的血压控制，也有利于长期的健康与寿命。1. 是否真的需要长期服药？并非所有高血压患者都需要立即开始长期的药物治疗。很多时候，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改善饮食、增加运动、控制体重，都可以在不依赖药物的情况下显著降低血压。过早依赖药物不仅可能掩盖其他健康问题，还可能让患者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药物依赖的困境，而一旦药物使用开始，停药将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在考虑长期服药前，患者应该首先评估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有足够的改善空间，以及是否能够通过非药物的方式控制血压。2. 是否了解药物的潜在副作用，并准备好应对？即便在决定服用药物后，患者也必须对药物的副作用有清晰的了解。前文已经详细探讨了不同类别降压药物可能带来的各种健康风险，从电解质失衡到心脏问题，再到代谢紊乱，每一种副作用都可能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深远影响。3. 我的生活方式是否需要调整以减少药物依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患者需要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考虑如何通过健康的改变来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比如，增加运动量可以帮助改善心脏功能，减少对贝塔受体阻滞剂的依赖，降低盐摄入可以减少利尿剂的使用量。结语：药物依赖带来的潜在健康风险犹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打击。从电解质失衡到心脏功能损害，再到代谢紊乱，降压药物的副作用如影随形，可能悄然侵蚀着患者的健康。在这样的背景下，患者在决定长期服用降压药物前，必须认真思考并回答3个关键问题。健康并非仅仅依赖药物，更需要从整体上管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状态。最终，患者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制定出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在复杂的治疗过程中保持主动，真正掌控自己的健康命运。